没有发烧，但是我阳了，不对，是我又阳了，第二次阳。现在是早上起来8点多，其实我7点多就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我昨天晚上睡得也很晚，就是因为我从昨天就开始难受，然后到早上的时候就很早就起来了嘛。昨天我上完课，然后因为也比较累，而且又是我的生理期的第一天，所以说可能会感觉更累。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，我都遛完狗之后嘛，因为现在天气天津也是非常非常的闷热，虽然说下雨吧，可能也就更热，就下完雨它没有什么凉爽的感觉，因为它没有风，然后它会很热。在空调屋里时间久了，我觉得可能是嗓子呀、呼吸道啊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。然后昨天就感觉嗓子很不得劲儿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等到晚上的时候，我也很晚睡嘛，5、6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，其实我从昨天的半夜3、4点钟，就算没有睡觉，也会感觉很难受，然后就是发烧的感觉，手脚冰冷，然后我现在都已经穿上袜子了。在这种3伏天，我竟然能穿上冬天的袜子，就是昨天就特别冷，晚上也没有开空调嘛，我就睡了一会儿，等到刚才的7点多钟，然后我又被热醒，就是你冷了之后你又开始热嘛，然后就是出汗嘛。现在我也会就是可能一动或者是怎么样就会感觉很燥热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开空调了，因为外面的话呢没有空气流通，也很潮湿，然后我又有一点难受，屋里呢可能也不舒服的话，你就会更难受。我昨天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会阳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就是生理期第一天，然后我还特意在网上查一些什么生理期是不是宫寒呐、注意不要吃凉的，我还在那边查那些东西。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特别难受，口干舌燥，然后就上呼吸道特别难受，就会感觉像扁桃体炎的那种感觉。那我又测了一下嘛，昨天也是36度8左右，然后今天也是35度7，它也不发烧，就是36度左右37度左右，然后没有上一次第一次阳的时候这么的难受。但是我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去测这个试纸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感觉我的第六感还是比较敏锐的，就是我感觉这种突然特别快速的这种病毒也好啊，或者是难受的这种程度，就特别仿佛像我上回第一次阳的感觉。我上一次也是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，然后突然之间就开始发烧，就开始难受，然后就倒下了，就挂了。这回也是我难受的时候是在昨天的4、5点钟开始，然后到现在的7、8点钟，也就是3、4个小时，然后我就开始反复的这种忽冷忽热呀，就是难受啊。就是如果你感冒也好，或者是你无缘无故的发烧也好，你不可能这么快会反应这么强大，所以我早上起来喝了一点药嘛。我喝的这个药，这个是法国的药，这个药等于类似于像我们的那种万能药吧，比如说你浑身疼啊，或者是你牙痛啊、月经痛啊，就是类似于这种。因为我嗓子痛的，然后我就先拿一片这个药顶嘛，然后喝完之后呢，就是会好一点。然后我就好奇害死猫的测了一下，用那个测试棒嘛，然后就2道杠，然后我又找另外一个，我以为就是会不准嘛，就不相信我会阳嘛。测出来它这个是需要打灯的，看到了吧，2个荧光的，确实证实了我阳了。但是这回没有太大的反应，没有上一次很难受，嗓子很痛。我不知道过2天或者甚至于在后面今天的12个小时之后它有什么反应，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啊，咳嗽啊，或者是发烧啊，或者什么的。因为我的这个职业，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我的工作室有时会教学生嘛，都是小朋友多，然后他们呢，实话实说也很不注意。现在就是大家都也不会注意什么疫情啊这个问题啊，游泳啊、玩啊、旅游啊，
各种人都在外面飘，然后孩子可能也不注意一些卫生啊、环境各方面吧，也热，我不可能强调让他们去戴口罩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就很容易被传染的风险。如果不是学生传染给我的话，那就是电梯里就这2个地方，因为我的快递也没有见到快递员，都是扔在门口，然后我也没有近期这1个星期也没有去超市，也没有朋友来我这边接触，我就上了2次课，然后昨天上完课晚上就很难受，所以说可能每个人反应不一样，有的小朋友可能他就流鼻涕啊，因为现在阳了之后他也没有这么严重，可能再加上我的抵抗力会差一点，大热的天对吧，你不可能去戴口罩，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密集度会比较高，如果就是你难受啊，或者你感觉你不舒服，你要先去测一个试纸的这个东西嘛，因为毕竟是一个传染病，如果比如说我不去测，或者是我不说，那我就会传染给别人，所以说这种属于传染病的这种疾病呢，还是要发现了的话就要隔离，所以我就今天早上刚才通知，除了网课之外所有都停掉了，正好也可以顺便休息一下嘛。那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到这个垃圾袋里，然后呢就是怕污染的很严重嘛。之前在 Seven 买的这个南瓜粥还挺好喝的，我挺喜欢喝。很久都没有喝粥了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中国人的习惯吧，就是只要是一生病或者是有一点难受啊，就挺想喝粥的。喝完了之后就感觉啊，病就好像好了1多半一样。我又回来了，回到我的屋子里来了，因为刚才我喝了粥以后呢，又感觉手脚冰冷，不像早上起来的那种有汗呐什么的，然后还是把空调已经关上了，然后我要吃其他的药。我妈之前说想让我吃这个莲花清瘟，但是吧，以前它是有胶囊的，现在自打我上次阳的时候吃过这个莲花清瘟的颗粒，真的是无敌的苦啊，我真的不想吃，所以我还是想挺一挺。所以我想先去吃这个普地蓝消炎片，因为它是片儿的嘛，它就是比较好吞咽，也没有那么苦。然后呢，它也是主治清热解毒、抗炎消肿、扁桃体炎呐这种。我刚才也查了一下网上，就是已经开始，说7月份的疫情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陆续被传染。我就是那个打前锋的人。他说这个7月份的病毒是 KP2 的病毒。它的反应就是轻微感冒，然后手脚酸软，感觉浑身的疲惫，嗓子干的不舒服，发烧，嗓子超级干疼，退烧后嗓子有痰咳嗽，重度咳嗽且有大量痰，干咳，喉咙发痒，忍不住咳拉肚子，还有会狂瘦。哇，这个狂瘦很不错哎，对于我来讲。现在其实我已经开始了，就是我刚才喝完粥之后，本来想去修一修视频啊怎样，现在就又感觉有一点难受了，腰和膝盖会很痛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大姨妈来腰也会痛的原因呢。这一次疼痛没有上一次这么严重，所以我就打算一会儿去
睡一小觉。现在就要来先吃这个普地蓝消炎片，先看一看有没有效果。说不出来的酸痛啊！小爱同学，关闭卧室灯。我太倒霉了，我既是有生理期又阳了，他俩结合在一起真的是悲催。现在感觉就是那种上呼吸道感染的那种状态，然后嘴巴很热，然后嗓子很热，非常的疲惫，不想吃东西。再试一个表，然后呢，我买了布洛芬的那个缓释片儿，因为真的是浑身酸痛，我连遛狗的那种力气可能都没有了。我刚才喝了另外一种药，就这个4G抗病毒的治这个什么消炎退热上呼吸道病毒性的那种，嗓子现在没有之前这么干涩和疼，但是也是有一点不舒服，再加上浑身痛。Oh my god， 怎么着都难受，腰也痛，头也痛，浑身都在痛。我觉得这回疫情可能又会不少人得，但是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嘛，也没有太多的生命危险的那种状态，所以大家经过了上一次一轮的这个尝试，这一次估计可能也算能坚持的能挺住吧。所以其实这些药都是缓解，没有说一款药是针对于这个病毒，因为它不是在变异嘛，然后有不同的那种，所以只能说是靠自身抵抗力和一些药物的辅助抵抗。幸亏还年轻一点，这要是个80-90岁的人，我怎么觉得我可能到时候得了的话，我得进的 ICU。就这个病毒，它为什么就不能解决呢？而且它不是在冬天的时候就是发作吗？就是传播的快吗？这个可能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之前可能昨天是发高烧的，因为是冷的，就是会打寒颤的那种嘛。所以说现在感觉都会37度多38，所以昨天可能是没有测出来，现在测出来了37度6。它发烧会显示那个红色、橘色啊，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个表，这个表是38度，所以说，它两个还是不是很准确的有一个，无论怎样吧，它就是发烧了。我还有另外一种药，就是会更厉害的那种退烧药，但是是发高烧退不下去的。所以之后如果不行严重再吃，现在先不吃，先去吃个布洛芬。我要查一下吃一次一粒儿，1日2次 OK。 我买的是0.3克的这种。布洛芬还是挺能缓解疼痛的，现在就是有一点难受的，不知道哪儿难受了，已经感觉就是刚才给自己做的排骨面汤，还有鲜的芦笋。我比较爱吃这种煮的东西，因为嗓子痛，所以说吃清淡一点。开饭。
还不错。看总，你又想吃肉了是不是？你每一次都能发现。这个芦笋呢，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把它炒着吃，但是在国外他们会配牛排呀，都是用那个铁板煎一下，或者是烤一下，或者是水煮，然后蘸那个 mayonnaise 吃，然后也是很好吃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更好吃一点。它底下可能会有一点老，然后你就把它撕开里面，然后就吃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只要是能吃，或者是就算难受也要坚持吃一点，这样抵抗力会更高。现在我的这个精神状态，我觉得比下午要好很多。下午其实是最难受的时候，已经就是下午酸痛的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感觉了，就是非常难受，但是又说不出来的难受。还是布洛芬比较牛，我觉得，在各种止痛药当中还是它厉害。夏天生病还是非常痛苦的。又炎热，然后又闷，本身就不太吃得下东西，没有什么胃口。但是对于胖子来说，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下去，哪怕是生病啊，或者是炎热呀。所以病毒其实它很聪明，它就会专门针对那些免疫力低下的人，或者是身体就比较弱的一些人，他的病菌会比较很快的去滋生吧。到了半夜又开始发高烧了。